为什么？我这样坏得透顶，你为何这样心软？你应该走的，你不该留在这里。现在想走，怕是晚了吧？晚了。我们走过的那些经历里，有没有真实？是否我和你从此成了10年的距离？读什么距离，有什么意义？读什么有记？在天黑之前，闭上双眼，再见一遍。终于发现，你回不到那一天。刺痛了弱点，才会看得见深埋线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要逃走，逃到我找不到你的地方，对吗？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。你撒谎！你为什么喜欢张哲？为什么喜欢他？他明明根本就读不懂你，只有我才能读得懂你。我给过你离开的机会了，而你自己放弃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你本该就是我的。你发病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清醒的很。刺痛了弱点，才会看得见深埋心底的碎片。江雪年，和我一起死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当年是我救了你，你的命不是你的，是我的。我没允许你死，也不会陪你一起死。不是你说活的没有一日安生，没有一日自由的吗？为何不答应我？人生在世不自由，你说的没错。我牵挂惦念着世上太多的人和事，或许真的随心不得。可也正是因为这些人需要我，喜欢我，让我去死，我舍不得。我不仅巴望活着，还巴望着能活得久一点，长一点。谢觉安，你也一样，不要当个懦夫，不要让我看不起你。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为什么还活着？你早就该死了！至少好过沦为别人的筹码。至少好过成为别人手中的筹码。你早就该死了，为什么还活着？为什么不去死？应该去死！这样痛，你为什么还不能睡，我娘说睡了会醒不过来的。你死了我怎么办？我好怕死人啊！死在这里有什么不好？早就应该死谢在这里。不要当个懦夫，不要让我看不起你。
死在这里有什么不好？谢薇，活着，活下去，活下去！你去哪儿？你清醒清醒，看清楚，血已经停了。你昏迷了1个晚上，幸好热已经退了，总该没什么大碍。昨夜没吓着你吧？我知道。你离魂症犯了吗？一时神志不清。没什么，我不会放在心上。虽然发病，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先生，先生，我们可算找到你们了。先生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来这么快？还快，都过了1整夜了。是啊，昨夜下了1夜的雪，我们可担心坏了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都没发生。行了，先出山，找个驿站休整。哦，是。先前那些人什么来路？查清楚了吗？检查过他们的装束和兵器，虽然刻意伪装了一番，但很可能是新武卫。只怕定国公那边已经开始怀疑先生了。不论如何，先去边关，一切等平安到达之后再说。是。药。是啊。这是何物？金石伞。这就是你所服的虎狼之药，对吗？我在通州见过的。吕显跟我说过，正是因为服用此药，你的病情才会一直加重。此物是好是坏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为何要这般糟践身体？你这样的人不该受药物控制。离魂症再难，它也是心病，一定会有旁的法子可医的。答应我，不要再服了，好吗？好。说起道理喋喋不休，照顾自己怎么这么马虎？宁儿姑娘的灯笼，果真只照旁人不照自己啊？啊？哦，坐下。我来帮忙。做什么？啊？哎，我帮忙呢，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帮什么忙？看不出来啊？什么看不出来？我自己来吧。明明自己那么害怕，为何逞强护我？那我总不能看着你被山猫撕了吧？你还没报恩呢。那日在临淄王府，不是说不稀罕吗？我现在又稀罕了，不行吗？
那些杀手是薛远派来的？是。他真的想杀你啊？你想问的是薛远，还是别的？我还能问什么？不过是想问问，接下来该怎么走罢了。过一会儿便出发，从小路去边关，到那里与严灵会合。国公，先前派出去的死士暗杀失败，还跟丢了谢伟一行。一帮废物，这点事情都办不好吗？谢伟他们可要报官，或者是把消息传回京城。不曾。那看来是边关那边现在有比这个更为重要、亟待处理的大事。派人即刻去黄州，看看燕家父子现下如何。是，国公。娘亲，定妃愿意去。娘亲，定妃愿意去。定妃愿意去。若她才是真正的薛定妃，该是受了怎样的折磨，才能在金陵活下来？回来后面对燕家和薛家之时，心里又该有多痛？她才是那个没有一日安生，睡不得一夜好觉的人吧。小兄弟，就在这里，和我一起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吕先生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边城了，接着要如何？谢先生那边可有指示？自然是入主将军府，接管燕家军。边防重地没有圣旨如何调动，即使将士们认我这侯爷的身份，事后也一定会被朝廷追责，万万不可。圣上怎么可能让我们领兵呢？这圣旨可是真的。不过上面的内容却是谢居安的手笔。什么？他这可是矫诏。我们负责来此，是为了防备薛远作乱，也是为了营救公主，平定大越。但若要让谢少师背上矫诏之罪，这如何是道？无妨，只要我们能够顺利地救出公主殿下，这些自然有办法解决。再来！
王子剑术了得，得分又是最高，不愧是大越第一人，我等佩服。王子，你将我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杀人取乐。公主殿下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杀人，这么好玩的剑术比试，也只有你夫君我才能想得到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可他们都是人，是活生生的人，人命在你眼里就这么卑贱吗？公主殿下，你说笑了，他们只是大前人，在我们草原上，他们还不如牛羊贵呢。对，王子说的对。还没有我们牛羊贵呢。哟，还有一个。只要我留在这里，就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屠杀大钱的子民。当日和亲是你提起，如今故意滞留的也是你。我就不信，你千里迢迢从王庭来到边关，就只是为了玩些射箭的把戏。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公主殿下，不要着急，我想要的是一条人命。再过几日你就能知道了。来人，把公主殿下带下去，好生看管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！不要！娘娘，我总算盼到你了。燕翎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燕翎，军中情况如何？建国先生，我们已经掌握兵权了，也用圣旨控制了守备等人，没让他们把消息传回京城。做得很好。我们就别在这儿说了，父亲还等着先生遗训呢。殿下那边如何了？有什么消息吗？我已经派人去查探过了。眼下，大越人就在关外30里的一处驿站，他们迟迟不走，并且时常虐杀殿下的陪嫁，就好像故意在激怒我们一般。前几日我已经派人前去营救，可惜还没接近就被他们发现了。他们有多少人手？大越王子身边带的人马倒是不多，但现在正是春草生发之期，草都长得半人高，再加之大越又是游牧民族，极有可能有大量的伏兵潜伏在周围。那殿下怎么样？他还好吗？殿下现下无事，大越要是敢动他，就等同于跟我们宣战了。但如今这形势，既不攻也不退，实在是蹊跷。既然如此，更不能贸然出击，否则会落入他们的圈套。谢少师。侯爷，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，平安到了就好了。雪宁也多时未见了，没想到你为了公主，边关也敢闯，胆子蛮大，也确实有情有义。侯爷过誉了。这一路来的确是有些疲累，请恕雪宁失礼，先下去休息了。侯爷与先生慢叙。先带江姑娘去休息，好好招待。是。